时光，时光，时光。我时光，我时光，我时光，我时光。没事，我在呢。你不要说，我都懂。我只是有些累了，想让你陪陪我，陪陪我。你现在为何不走了？我一个瞎子，我能走哪儿去？这里好冷，我想回家。我们怕是拿不到青石了。没关系，至少我时光已经平安的离开了。记得吗？你还欠我一个要求。出去以后，答应我一个要求，怎么样？行。你说，任何要求，我都答应，都答应你。别恨我。怎么还不行啊？
什么情况？排解药呢？这是？我还没进去呢，开门！齐师傅。爹，生日退后。他不是谢灵溪，他是九婴。九婴怎么变成齐师傅的样子了？谢灵溪此前，在自己的墓碑上留下了最后一份力量，用来守护武时光。没想到这份强大的力量，也引来了九婴的精魄碎片。没想到1000年过去了，我竟然还能有机会寄生于星石。这些年来，双花法师摧毁我那么多精魄碎片，实在可恨。没想到这次他们自己送上门来，那就都死在里面吧。爹，爹，怎么办？我打不过他。别放弃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星石马上就要碎了，他们会永远留在里面。蝼蚁之尾，亦可毙命庞龙巨象；蜉蝣之躯，亦可撼动参天之木。黄鼠狼还是滚回地洞里去吧。爹，去胜过风雨，学会人间大道理。这明明已经出了幻境，他怎么还没醒？先带回石林宗，我再看看。这明明已经装进口袋里，为什么我的法器
还能感受到九阴的邪气。先教会石灵宗再说。教完这2枚九阴碎片，这天下间就只剩下最后3片了。可是这剩下的3片一直都未曾被感应到，头疼。我们先带力统领回石灵宗了。幼稚，你的父亲是个英雄，我们的命都是他救的。你保重。时光，又是你！师父，你长大了。这只是我留下来保护你的一缕力量，不能维持人性太久。保护我？原来师父一直在守护我，难怪武时光总能化险为夷，是师父的力量在保护我，我才没有被那捕兽夹上的皱纹杀掉。对吗？怪不得要用武时光的血才有用。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了，我曾经满手鲜血，罪者之血里也有我的血，我亦是罪者。其中留存着我生时的全部记忆，我的血与本体会产生共鸣，令埋藏在我体内的记忆复苏。没想到，却将你们一起卷入。你不是看到真相了吗？屠杀焦族的，并不是螭吻。屠杀焦族的人一直在寻找龙的后裔。难道我是螭吻的孩子？当然不是，你是他的弟弟，龙的第10子。时光，你应该记得自己胸口上那个龙鳞胎记吧？九龙准备献祭自身，化成巨大山脉，封印九阴之前，就将自己最珍贵的那逆鳞取下，融合在了一起，成为龙石。我守着那颗龙石诞生，于是便有了你，有了这世间的第10条龙。我是龙。家族被灭之后，这几10年来，我日日夜夜都在苦练师父教给我的法术。
对龙的仇一直支撑着我，在这个世界上痛苦的活着，这么久了。师傅，你现在告诉我，我是龙，我是龙。教祖被灭不是因为赤吻，而是因为我。为师也没想到，那些石林宗法师竟是九阴的冒充假扮。我以为龙神赤吻，他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师父，为何不能早点告诉我？时光，你的诞生本就源于一个沉重的使命。师父本想在你知道真相之前，能够拥有一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，但没想到，你的身份终究害了教祖。如今龙神之力已经开始进入你身体里了吧？身体，龙神之力不是储存在佛珠之中吗？当然不是。一化鳞，二生爪，三长角，四点睛。每一道龙神之力进入你体内，你的额头便会生出一片像花瓣的鳞印。这鳞印便是你逐渐成龙的标志。待你集齐4道龙神之力，便可化身真龙。那时，你自然会知道所有缘由。如今就让为师助你一臂之力，去拿到第2道龙神之力吧。他会跟小薇一样吗？龙神之力一旦离体，就回天乏术。老朋友。
我从未恨过你，我只是做不到。实话直说，不可逆传，有故之情，都是无解之举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这位男人告诉我的，让我去找星石。星石还存在于世，你就还有希望。找到星石，解开石化，弥补你犯下的过错。他说了，星神能解救我的族人。是我请求质问这么说的。当时，你自求于渭水河，意志崩溃，一心求死。我只是想，也许有了希望，你就能活下去。我明白了，你一直欺骗吴志奇，说你恨他，其实是担心他一旦知道实话无解的真相，就会失去活下去的勇气。你是用自己的死换吴志奇的活。师父，希望是伤墟中生长的树，就像稀土鱼，纵然根系扎根于伤痕累累的厚土，枝干却向着光明盘踞。我是一条小鱼，你却从不撒网。我是一匹野马，你却敢让我脱缰。你小心守着，有希望，枯木才能重新长出枝芽。希望也像种子，需要时间滋养，也要岁月治愈，然后等着寒冬过去，迎来重逢。我真的留恋你倾诉的眉间，不是种子，是个没有生命的石头，所以我才来告诉你真相。数百年的恩怨，也该了结了。白泽，我还有最后一个心愿，帮我请求龙神大人毁掉我们石化的族人，毁掉吧，让他们也能得以解脱。我朋友，我朋友。是一场潮汐带来记忆的旋律，所有的烦恼都在这里忘记，只剩你我一寸小天地。你做一艘小船，我愿做那海岸。刚才和你喝酒时，有那么一刻，我真的感觉和你是无话不谈的朋友。我真的留恋你笑容里的甜，就别说再见在落日之前。若你化作明月，我散作剑雪，世人只言成仙无恙。
孩子，你是我在这世间仅存的牵挂。我虽已逝去，但心实仍在。他人若遇绝境，或可助人于此，但要切记，心识力量太大，不可轻用。师父，别说再见，在落日之前。站住！袁无惑，你的名字本该是一个祝福，可如今你却堕落成九婴的爪牙，给这世间带来灾难。小薇、吴之奇都因你的煽动挑拨，走上了无可挽回的自毁之路。龙神大人，你搞错了。现在的我叫袁无惑，一无所获的惑，因为我想通了，寿数须臾，人生百苦，穷尽一生所求，终将一无所获。只有不再执着于所得所获，才不会害怕失去。无失亦无获，才能忠于最真实的自己。我没想过你会回来，你不该回来。勿防备。风怒斩杀，乾坤剑云。
防身之力。跟姐姐一样，虽然不是血亲，但却是最真实亲近之人。即便知道他对我有所隐瞒，却还是不愿意相信，不愿意失去。你不会失去他的。那你能告诉我你跟姐姐的秘密吗？告诉我，我就不会失去他。我也可以帮你。这是月照珠，握在手里，催动法力，天涯海角都能立刻将我召回你身边。王爷，来我的身边。
小心。我看得见。月照珠，该还我了吧？你不问问，我为何叫你来吗？你想说，自然会说；不想说，问也没用。如果我不是用它召唤你过来，你是不是打算一直躲着我？只是有些累了，想寻一处清静之地，独处些日子罢了。那幻境中的事，你问吧，所有你想知道的，我都会告诉你的。就当是最后的告别。你应当知道，每到月圆之夜，所有无相月的人都会被月相之力强制召回无相殿的吧？只要躺入圣泉，彼此之间就再也没有了秘密。每一次重生，都会重塑肉体，重获记忆和情感。有一日，玉阶石降下神谕，要我们去剿灭黑水河边的蛟族村落。我觉得不妥，便起了争执。胡王大人，若此族中真有罪大恶极之人，惩罚他便是，为何要殃及全族？天地自有其平衡之道，玉界石从不出错。蛟族气数已尽，无人可逆。剿灭一族何其残忍，我们姐妹都有疑虑，所以犹豫着，并没有立刻前往。可当我们再次醒来，我的记忆竟回到了上一次躺入圣泉当中，所有姐妹皆是如此。我们重生了。感谢胡王赐予我们新生。邪灵旗杀了你们，但他不知道，月相之力永生不死。胡王再未提过那一日的任务，就像此事从未发生。关于争执与任务的记忆，也并未存入原初圣泉，没有人再记得。我偷偷跑回
是你兄长帮助了我。我的兄长？你的兄长
吴时光他真的是世间第10条龙。那龙神大人，一切皆是既定，结局早就写好，我们也都知道，不是吗？我要回去了。月圆之夜，我不得不走。能回家是好事，干嘛这么难过？回到无相月，进入原初圣泉，你跟姐姐的共谋就会被狐王知晓。如果没有共感，你会告诉我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不想背叛无相月，但我也能懂姐姐为什么想离开。枷锁戴久了，都想挣脱。所有人都一样，画皮画骨，却难画心。心有所向，但却身不由己，最是悲凉。就像你当初杀了那个孩子，虽知必须如此，但看着双手沾满血腥，却依然很难受，不是吗？你怎么哭了？你知道，你果然都知道。你知道我不喜欢龙藏双手，你知道我喜欢永生花，你还知道我是慧月。可是这些，只有纪灵知道。那下一次见面，我做一朵永远都不会枯萎的花送给你，可好？我对地珠的爱，就像这璀璨的永生花，永不凋谢。因为我的月相是慧，因为夜里看不见月亮的时候，那个月相就是慧。这天上一片漆黑，哪有月亮？有啊，它叫做慧。你是不是吃到纪灵后，拥有了他的记忆？还是说，你就是纪灵？如果是前者，你会如何？我会恨你，也会恨我自己。那如果是后者呢？那我
的沙。好久没有看见他的脸了。我最近时常想起他小时候，想起他第一次换娘亲，小小的，换得人心都化了。某些人还在一旁急得跳脚呢。那你记不记得有一次，夜里孩子发高烧，我都说了没事，你非逼着我大半夜的背着他去找大夫，把这村子里所有会医术的大夫都给叫回来了。还有人吃自己的醋呢。明知是旧日之境，但时间久了，难免会成为局中人嘛。你不愿待在这里，对我来说，我每日都可以跟逝去的兄长见面。可是你却不一样，你却只能活在这个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岁月倒影里。因为再喜欢，这也不是属于我们的生活。就像偷来的东西，再喜欢，心
住手！你在干什么？你呢？你来做什么？让我有用吗？夏薇还不是一直活在无尽咒的追击之下，你会失去所有的感知的。重新做回瞎子而已，我已经习惯了。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陪在我身边，我也习惯了。我陪你一起面对。我只能自己面对。今晚就是月圆之夜，所有无相月的人，包括九婴，都会知道我和赤吻的秘密。除了段伟，我已别无选择，我只能低头。老爷，这只是九婴的阴谋而已，别怕，也不用躲，我在呢，我一直陪着你，好吗？已经太晚了，太晚了。今晚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今晚就是月圆之夜，我无法阻止你被召回，但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去找你。你等我，我一定把你带回来。不可能，那你为何还会出现在玉界石中？玉界石有3枚精魄碎片，当年有一片用来控制你屠杀骄族，剩下的都在玉界石里。不过你说的没错，留下你确实可以成为他的软肋。不，我要你继续接近武时光，设法将他的佛珠拿到，交给本座。原来你跟龙神早就暗中计划了。我一定会查明真相，证明姐姐没有背叛。姐姐，你怎么今天身上有一股特别的香气？你还骗姐姐，利用她为你做事，你到底要我姐姐做什么？回到无相月，进入原初圣泉，你跟姐姐的共谋就会被狐王知晓。如果没有共感，你会告诉狐王吗？
姐姐，我跟龙神说的那些都是假话，虚与委蛇而已，只是为了执行狐王大人的任务，是吗？嗯。拜见狐王大人。对不起，狐王大人，我不想再执行噬龙任务了。你看，命定之人，注定还是逃不过命运。狐王大人，命定之人究竟是指什么？时机到了，你自会明白。姐姐呢？她去哪儿了？他在进行反思。其他月亮都明亮皎洁，是我们会永远。
小妹，你做什么？姐姐，我没有跟虎王告密，我永远不会背叛。只想不能说对你的愧疚，也不能说。敌人，危险。姐姐说的是虎王。虎王就是九婴。虎王逝去时，神力早已尽数消散，只是我们太思念虎王，所以当九婴化皮成虎王再次出现时，我们才蒙蔽了自己，以为虎王也和我们一样，获得了无限重生的能力。欲结识神域，让我们在世间制造杀戮和仇恨。他说这是世间平衡之道，我们也深信不疑。但小薇识破了他。他不是那个慈爱的狐王了。吴相月只剩下戾气和杀戮，放我走。找机会，你也要走。小薇是叛徒，叛徒是言，也可以信吗？我也是叛徒，那我的话，妹妹相信吗？擅闯无相院，你不怕魂飞魄散吗？龙神，既知本座是当世龙神，还不退避？无相院乃世外之地，不受世间法理约束。我们尽你为天下苍生所做之事，但不代表要听命于你。龙神大人，请回吧。吴王言在哪？放他出来！放肆！岳灵启奏，辉耀万古，起！青丘虎鹰，乾坤界灵。吴相月，近前来。
会败我。听雨。 你们去救人，这里交给我。吴王爷，吴王爷，认清自己是谁，比知道自己是谁更重要。所有记忆都是身后之境，来路沉重，不值得转身重走一遍。往前才是该走的路。可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就不知道该往哪儿继续走。你要是真想知道自己是谁，干嘛不直接去问那个蝶妖啊？ 我在教他道理，你却教他犯禁。赤吻大人严令，任何人都不许接近蝶妖。那么听话干嘛呀？李姐，趁赤吻大人还没回来，你就偷偷溜进去，问我明白，如何？你真的以为这么容易就能带走勿忘言吗？你真的以为我想救勿忘言？龙心合一，万物一佛，百丈皆错。 成功了。龙神之力也破不了九阴的禁制。九阴一直在吸收玉阶时的神力，不断壮大，而雾时光体内仅有2道龙神之力，难以抗衡。我体内还有1道，不可！交出龙神之力，你也会死。小维和吴之奇是被袁无惑强行夺取龙神之力，灵脉受损而亡。我自愿交出龙神之力，不会有事。当年赤吻大人救我性命，这力量本就不属于我，物归原主也是理所当然。龙心。
次前来，并不是与你为敌，而是寻求合作。不相信我吗？若不是我告诉你巫王岩的叛变，还有饕餮法器的存在，你可能到现在都还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巫王岩已经背叛了你，所有的记忆他都留存在饕餮的法器之中。若是不信，你可以自己查看。那巫王岩也是可怜，信你助你，却不知道她只是你的一个妻子。成大事者，何居小节？不过你也可怜，你也只是螭吻的一枚棋子。是啊，螭吻要我等待龙石降世，然后将我苦心经营的龙神之位拱手相让。那这几百年我所受的苦，不就都成了个笑话？所以，九爷，我们应该合作。我的目标与你一致。螭吻的残躯里，这么多年，应该知道我所说的话都是真的，不是吗？龙的第10子，只有龙神之力可以弑龙，因此九婴会利用龙10子来杀我，好让他的真身从我的身躯里破印而出。龙10子。有意思。你不是也派了蝶妖去龙岩渊抢夺龙石吗？没错。邪灵旗不愧是天外之物，是有点本事，只是自作聪明，以为蛟族有鳞有角，藏匿于蛟族就能饮水于海，藏木于林。可惜，还是被我找到了龙10子。你派吴向月
袁无惑。你是谁？家住何方？不记得了。那你记得什么？我好像有一个弟弟，我好像要去找他。没想到的是，六木蝶耗费数十年，才将袁无惑的意识记忆彻底吞噬。他的意志坚定，世间罕见。他确实是个执拗的人。再执拗的人，也熬不过岁月。人类的皮囊寿数，就是他们最大的枷锁。世间已无缘无惑。从那之后，六木蝶妖借着他的躯壳行走于世。六木蝶重回到你身边，你也知道了龙石子的存在。很快了，质问大人将龙石子托付给了一个很厉害的人照顾，等他成年，就会来找你了。成年了，会变成龙吗？像赤吻大人那样，威风凛凛，翱翔9天。龙石子有些特别，
它是用9片逆鳞创造而成，需要4道龙神之力激活才能化龙。1化鳞，2生爪，3长角，4点睛。你着急想要龙神之力，赶紧进入武时光的身体，便利用埋藏在他体内的精魄碎片，不知不觉，潜移默化地给他暗示，让他前往洛岸。之后每一步，或许已经说不清，是武时光的自主行动，还是你在暗中推动。你说的都没错，但你的精魄碎片，想要完全控制那个人，还需要找寻人心的阴郁空隙。武时光可不是个意志薄弱的人，附身这么多年，还没有找到摧毁他心智的方法。之前没有，但现在有了。巫王岩吗？没有什么比痛失所爱更能让人坠入灵魂黑夜。这么多年了，你对人心还是不够了解。武时光已经知道巫王岩屠灭蛟族之事，此刻对他爱恨交杂。你现在杀了他，只会让武时光更加坚定与你对抗的决心。你有更好的办法？让他救走巫王岩，再续前缘，加深情感，待他集齐龙神之力，情根深重之时，我在他面前杀掉巫王岩，他必定崩溃。你可以趁他心智崩塌之时夺取他的身体，然后去往龙岩渊，杀掉螭吻，将你的真身释放出来。如何？那你呢？